走了1个多月的沙漠之后 ，PCT 的路线来到内华达山脉。Sierra Nevada 是一条纵贯美国加州东部的山脉，此路段长约630公里，总爬升约17600公尺，主要有7个鞍部需要翻越，高度大约都落在海拔3600公尺到4000公尺左右。在 PCT 的路线上，过了702.2 miles， 也就是大约1130公里的 Kennedy Meadow South， 我们正式来到高海拔山区。不到1个礼拜前，我还在沙漠里中暑，现在却即将进入水源丰沛，甚至还留有残雪的高山。第一个 pass。好像要到嘞！我刚以为那是大石头，结果那是 pass 上面的避难小屋，所以我们到了。本阳在比较远方那个湖边吃午餐，休息了2个小时。到了高山地区，生态环境和沙漠截然不同。沙漠中常见的响尾蛇、蜥蜴和沙漠绵尾兔等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新朋友土拨鼠、松鼠、鹿和熊。好像看到我来，又开始呼唤宝宝们的样子。第2只宝宝了。虽然我在 Sierra 地区没有遇到熊，不过很幸运的看见美洲雕。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生物，和它对望了好久，互相都很好奇对方是什么来头。Kennedy Meadow South 是大家告别沙漠前的最后一个休息站，因为在 Sierra 地区有规定必须将食物放入熊罐中，所以几乎所有的 hiker 都会事先把熊罐和雪地装备寄到这里。这边有餐厅、户外用品店、洗衣机、淋浴间等等。在进入 Sierra 前，许多人会选择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，重整装备，和其他 hiker 们交流，也因此很有机会碰上许久没见的熟面孔。穿着新鞋回到步道上，一下子进入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，加上熊罐和雪地装备的重量，我开始觉得容易喘，容易累，2只登山杖都用上了，却还是走几个坡就喘个半死。这是第43天，然后我第一次在步道上用双杖走路。原本以为走了1个多月的体力应该还行，却有种全部打掉重练的感觉。突破天际，以在沙漠中行走的速度来走，会很容易需要停下来休息，反而乱了节奏。于是我重新调整步伐，放慢脚步 ，slow but steady。很快的，我们迎来内华达山脉的最高峰 Mount Whitney 惠特尼峰，也是美国本土的最高峰，海拔4421公尺。由于离 PCT 很近，许多 hiker 会特地来目睹它的风采。出发来美国徒步旅行前，我在攀爬台湾的玉山时，有蛮严重的高山症反应，因此对于更高海拔的山峰是有点畏惧的。难得来到这里，我决定还是去尝试攀登惠特尼峰，放慢速度，缓缓推进。如果感到身体不适，就赶紧下山，不要逞强。这是明天要爬 Whitney 前的营地。我们半夜1点半起登，一路缓缓前行。很幸运没有任何的身体不适，成功抵达山顶看日出。Oh my god！
我在上面倒一下水就结冰，可是我的滤水器放在包包外面，不知道有没有坏掉。除了惠特尼峰之外，我也有另外去申请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荒野露营许可证和攀爬 Half Dome 的许可证。那个是 Half Dome。Half Dome 真的有够垂直，虽然每隔一段距离就有设置木杠可以踩，不过中间有几段较长的距离没有木梯，需要找稳定的踩点才不会太耗费体力。我的手臂实在没什么肌肉，加上没有足够止滑的手套去抓缆绳，卡在半路时便果断决定回头，乖乖下去等待同伴完登。虽然没有成功登顶，不过我还是非常高兴有拿到优胜美地的许可证，因为这里真的超级漂亮。进入 Sierra 后，山区多变的天气和沙漠截然不同，步道上的第一场雨、雪、冰雹都是在这里遇见的。我们开始时不时地观察着云的变化，趁有讯号时查看天气预报，避免在雷阵雨发生时登顶。由于今年是小雪年，翻越鞍部并没有太大的困难，不过每一年的雪况不同，还是需要视情况调整行程。在沙漠地区，尤其是缺水的路段，天天背着4公升的水追寻下一个水源，还得谨慎地分配用水量。条溪水已经快干了，有时水真的不够，就只能吃干粮，并小口地啜饮着仅存的水。Sierra 地区水源之丰沛，让我只需随身携带半公升的水，快喝完了再装，大家都变成水富翁。不过伴随着融雪的是蚊子大军，这使不少人崩溃，包括我。城镇内的防蚊液到处都缺货。现在这蚊子疯狂程度是，我才一坐下来，大概就8只蚊子贴在我的脚上，然后我立刻就站起来继续走了。挂完戏之后，蚊子太多了，太可怕了。我搭好帐篷，大概已经流失1公升的血，我的整个背。我的整个手臂都是被蚊子叮的。过了南太浩湖 （South Lake Tahoe） 之后，便挥别 Sierra Nevada 的高山雪水与湖泊、熊罐和雪地装备，准备进入北加州地区的森林啦。